大家好，我是麦克，今天来跟大家继续分享赛斯书健康之道的第一章的第7部分。那这一部分呢是从1984年的1月17号开始的。那这一天呢是星期二下午的4点25分。上来呢罗就介绍了一下情况，说今天暖和了许多，正午时呢是华氏30度。金晨在写梦进化与价值完成的时候呢没有被干扰，好像蛮奇怪似的。当罗到达珍的330病房的时候，珍已经翻身仰卧没有什么问题。他的水疗呢还不错，今早呢没有人再来抽血。他卷曲的右手指在持续的放松中。今天呢他没有看见 Georgia， 没有看见乔治亚当他到330房间的时候呢，珍告诉这个罗说他旁边隔壁的凯琳娜已经被移到了张尔斯堡的一家安养院。这个呢是在离埃尔梅拉几英里外的一个小社区。我有些惊讶并且为他难过，心想不知道他的进展会如何，以及他会给那个新地方带来什么新问题。那么数周以来，我们第一次没有听到凯琳娜以俄语大声的叫唤，以及或者以英语来呼叫乔治亚的这样的一个干扰。3点的时候呢，珍开始读昨天的课，对他而言呢很难，但他坚持下来，终于在3点30分读完了。我在看邮件，读了几封很棒的信，并且回了2封，其中一封很有潜力，关于在纽约市内一群年轻女演员，她们想在一系列的广播节目中读赛斯书。我计划将他们的建议和信寄给我们在这个 Practice Hall 的出版社的编辑林伦斯登。可能是因为涉及到一些版权的问题他可能要征求一下出版社的意见，就是能不能在广播中读赛斯书4点一个新来的护士，也许是个流动人员，量了珍的体温是 98.4 度华氏。珍说虽然时间不早，但是想上一节课。他也说想要再读进来的一些课，因为我需要他们。这句话很重要因为我需要他们，他只说了好几遍这句话他说因为我需要他们。现在我再次祝你们午安这是赛斯就过来了，赛斯说。然后罗说赛斯午安。在鲁伯进来的经验里，他发现自己在一个录音机的底盘里，意味着他不是以几种不同的速度播放一卷录音带，反之可以说是以不同的速度播放他自己的意识这里头是有一些微妙的区别的你看他说在鲁伯就是前2天做梦的时候，他不是梦见在一个以录音机做的这样的一个汽车底盘里面然后呢他说珍之所以梦见这个呢，他是想传达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在那个里面因为录音机可以快进可以快放可以倒可以前进，也可以正常播放。他说在那个状态里头呢，他想阐述的是珍不是在以几种不同的速度在播放他的意识播放他的这个录音带反之正好相反的，可以说是珍正在以不同的速度播放他自己的意识。这句话的意思很不太好理解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在我们的比如说梦或者是在冥想或者在进入更高的体验当中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经历不同的意识的节奏和速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或者我们人生的经历当中我们不是在播放一个什么过去的历史或者是曾经的经验的一个回放它这个我们的这个人生，或者我们的这个体验，或者我们在出体的时候做梦的时候那些体验，它更像是我们自己的意识的一个回放
这里头你说有什么区别呢？是我们人生经验的历史经验的回放，还是意识的回放？这里有什么区别啊？这里的有本质上的区别。经验和历史的回放是你承认这个三维世界是真实的，然后它是你留下的头脑中的记忆，然后呢，只不过把那记忆呢就像录音机一样，你把它录下来了，记录下来了，然后呢，你可以按照不同的这个播放速度选择播放任何一段或者快进或者快放或者倒放都可以，这是我们的一般的理解。而这里头赛斯说的呢，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你把过去所谓的三维世界发生的这些事件和历史录下来再放，这是我们人一般理解的好像是一些记忆的重放，而不是正确的理解应该是那就是你本身那个意识本身的重放，而不是那个经历被记录下来的那个记录的重放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里面的一个本质的区别就是你相当于再重新经历这个意识，或者是说是它是即时发生的，它是个活的，它不是一个死的它不是一个记录像磁带一样录在上头。那它既然是活的，像重新播放意识一样，那这个意识它就是可以改变的这两条本质的区别。录音带上的东西是不能改变的，它已经记录下来了，你再怎么放它都是那个结果。而你的意识在播放的时候，因为意识是具有主观性的，那它这个录音带播放的时候，不仅速度可以改变，那甚至意识里面的内容都是可以改变的一定记住这句话看起来很短这个内容并不浅它就告诉你这里面的区别是这样就是它这透露了很多底层的核心的思想对，这里面一定记住这句话是不同的速度播放它自己的意识这是核心它不是在播放什么内容那么它不只是在听录音录下来的资料，它自己本身记录下来的资讯他再次强调这一点他说他不是在听录下来的资料，就是我刚才说的不是记录下来的东西，是它本身就是那个录下来的资讯。这句话就是我刚才给你解释的那句话如果你单看文字可能并不太好理解但是我刚才给你解释完，你大概就能理解了它是一个活的主观的意识不是说一个录下来的死的不能改的并且也是经验在上面播放的一个录音机，也是经验在上面播放的一个录音机。谁是那个录音机呢？就是这个鲁伯本人，他本人就是一个录音机。那录音机在播什么呢？播他的经验。但是这里头呢，记住这个经验呢，不是像我们想的，被记录下来的，而呢，他本人就是这个经验本身，就这个经验就是他本人，或者说他是由一系列的经验，或者是说他由一系列的经验按照一定的顺序播放出来的结果，就是这个真自我的一个认知。真之所以认为自己是真，是因为他按照自身的经验，按照一定的顺序，按照一定的自我的安排的顺序以他自己的节奏和速度来播放的一个连续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一个总和他认为是自己。然后这里头呢，赛斯呢用录音机播放速度快慢结合前一阵的那个多意识转换和梦境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做了一个充分的一个解读其实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比喻我们人体我们的这个人自我一认知或者自我的这个
角色的认知其实就像一个录音机，我们播放的是那些经验，而这里面最大的一个区别跟录音机最大的那个区别在于，我们这个磁带是活的，录音机播的那个磁带是死的啊，不能改变的，而我们播的这个经验磁带是活的啊，这是他想说的啊。到4点28分，护士进来了量血压啊，这个没有关门，噪音就侵入进来了啊。下面看意识之许多速度的比喻，事实上与意识游戏其上的实际神经顺序很契合啊。如你们所知，每样活着的东西都有意识，甚至你们所谓的死东西也拥有其本身的那种自觉，自觉就是意识啊。不论是活的还是死的啊，都能觉知到自我的存在。只要能觉知自我存在的啊，都叫意识。他说你们现在的意识有许多速度啊，这样的一个比喻，就是我们的人类的意识啊，有快有慢。什么叫快慢呢？就有的时候你觉得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啊，有时候觉得时间过得慢，或者事情切换得很快，或者感受体验很多啊，一个感知接着一个感知啊，像过山车一样，像万花筒一样应接不暇。有的时候就过得很慢啊，几年如一日啊，没什么太大的变化。他说人类之所以能感觉到这个意识的速度的变化啊，是跟它上面的实际神经顺序相切合的啊。他这里面说的重点是生物啊，没有死物。他说也有意识，但这里面重点他想谈生物上的意识的这个速度啊。他说不同生物上的意识的速度是跟它这个神经顺序啊是有一定的关联性的啊。以你们的说法啊，用我们人类的角度来看，某种意识的节奏可能看起来极其缓慢。他用人的角度来说啊，首先这是前提啊，有时间和空间概念的角度来说，有些意识的节奏可能会很慢。比如说，在一个感知和下一个感知之间，可能1个世纪，就100年就已经过去了啊，感知和感知之间就隔了100年。而其他的类别可能看起来会令人惊异的快速，感知一个接着一个，可能只有几毫秒啊，这么短的顺序就有一个感知进来啊，也有可能感知之间隔着100年、几百年都是有可能的啊，有可能是非常快啊。这种非常快的感知，他们真的会全然的逃过你的感知啊。当我们的感知系统接收到的信息超过我们人类能够处理的或者能够感知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对他们是无感的啊，我们是无感的啊，完全无法感知，逃脱了我们的感知，因为它太快了啊，太快了啊，就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然而，在内在的天性之神妙奇迹里啊，但是我们的内在感知啊，我们的内在天性，所有这些节奏都是彼此链接的。而以一种说法啊，原谅我的双关语啊，觉得好玩的再说啊，他们每一个都是彼此平衡的。他这句话是非常关键的啊。他说，虽然这个内在的意识啊，不是，虽然我们的外在的感知系统对那种快速的意识频率是无法感知的啊，对那种很慢的意识感知也没有办法感知啊。比如说，它几百年才有一个感知啊，对我们人类来说你根本不可能感觉到，你在你的感知里它是没有变化的。其实它有啊，它100年啊有一个感知啊，100年你已经不在了啊。所以这种感知对你来说是不存在的。那慢的不存在，快的也不存在啊。比如说，它以微秒级的速度在变化的时候啊，你人类也是感觉不到的啊。毫秒级的时候，有时人类是能感知到的。比毫秒级还快的感知啊，我们人类是察觉不到的，有的时候啊。那这种速度的感知，我们看似察觉不到，但是在我们的内在内在的感官里头，或者内在的感知系统里头，
他们是都能感知到的，而且他们彼此之间是相互平衡他用相互链接，他说链接呢也可以用相互平衡来让你更好的理解那这个到底是怎么来理解他们之间的相互平衡呢？平衡的意思就是在快和慢之间它没有那么明显的很大的差异性。就是按照我们人类的对时间的概念是有的，但是对你的意识本身来说，它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感知以后它就没有了他这里头想说的是这个意思就是对人类来说意识有快慢节奏的快慢之说这个频率可以这么来说，它叫节奏。那对意识本身来说对他们意识本身超越了人的这个录音机这个来说它没有快慢之说换句话说，如果把这些意识的内容我们把它想象成录音带的话，那这个磁带里面上面的内容它记录下来以后我们先用这个打比方这个磁带上的内容它是没有快慢之分的，它的快慢取决于你这个录音机本身这个录音机如果它的性能很强，它可以快速的播放或者快速的倒放都是可以的。如果这个录音机不行它可能最多只能以2倍速的快放录音机很好，可以4倍速、8倍速的快放还有那个最普通的录音机可能就不支持快放只能以1倍速的正常的放。这个跟磁带没有关系跟这个意识没有关系意识就是那样子，它没有快慢之分，它们之间是彼此平衡和链接在一起的，就像磁带里面的信息它们是连成一串，我们可以这么比喻比喻其实不是一串它是个整体，是个立体的。那如果按磁带来说，它是连在一起的一串的意识，那你至于你是觉得快和慢取决于你这个录音机就是对人来说，那我们播放的可能就是人类能理解的这个正常速度，可能对于这个其他的物种来说它的这个播放速度就不一样了。这个跟我们的神经系统有关系跟我们的神经系统有关系。换句话说，取决于我们的神经系统的反应速度。如果神经系统反应速度很快，我们就能接受很快的频率的意识变化。如果我们的神经系统很慢我们就能接受那种很慢的这个变化。那我们在这个快和慢之间就像我们的可见光一样，这个是我们的意识能够觉察到的这个感知到的部分。超过了这个部分，不论是更快的还是更慢的意识都逃脱了我们人类的感知范围。他其实想说的是这个意思在感知中造成不同的就是造成速度快慢不同的，并不是显示出来的实际的节奏并不是那个实际节奏，却是某种其他节奏的缺席热切的说感知是凌驾在其上的他说你感知造成的这种不同就是这种有快有慢节奏上的不同，它并不是跟显示出来的实际的节奏有关系它跟这个节奏没有关系刚才说了，这录音带上的信息的这个频率的快慢，跟你最后放出来的这个声音的信息的快慢没有关系这个跟录音机的播放速度有关系，跟这个录音机有关系同一卷录音带可能用别的星球上的录音机放出来就是不同的声音，就在地球上同一个录音机用不同的速度播放也声音不同。我们有时候快进录音带的时候，那声音会变得非常的尖和细。如果你不好理解的话，你可以在播放我这个讲课视频的时候很多人觉得我可能太啰嗦，讲得太慢，你可以以 1.5 倍速的速度来听那这时候呢，你听到我的声音和我正常的就不一样，速度也不一样了。那这个跟我本身讲的速度没有关系我还是按照我的节奏我的速度来讲他说这个那
跟什么有关呢？跟其他的节奏的缺席。那个节奏呢，不是我们人类理解的在时间上的节奏这个不在这个这个我们能理解的这个时间的这个快慢频率上它跟其他的节奏，也就是跟我们的意识本身的那个节奏这块呢，已经超越了人类对时间和的感知，所以那个理解，所以不太好解释。因为一说节奏这两个字本身就带着时间没有时间就谈不上节奏。可是在没有时间里在谈意识本身的快慢和节奏是不知道怎么来解释的那这里头呢他也没有解释因为他没法解释了，到此处就词穷了因为跟你谈一个没有时间前提下的快和慢是没有意义的人类是没有办法想象的，也没有办法去描述的这个东西快和慢前提是建立在有时间的前提下所以大伙儿一定要记住所以不是赛斯不讲，也不是我不讲，他没法讲他这里头只提了一句感知是凌驾其上的，你记住这句话就行了。什么叫感知是凌驾其上的？就是我怎么来打一个比方就是这个意识本身它是有自己的特定的节奏和频率，但是这个节奏和频率不是我们以时间为参考的这个节奏和频率我只能这么来理解它它可以理解为按照怎么形容按照它的品质，或者是可以按照它的深度或者按照它的意识的广度和厚度或者丰富度来理解它你可以用这个来理解它的这个频率也这样理解也不能完全解读它的一个说法你看我又在做一些看似不可能的事情你可以说这么来理解，就是这个意识本身的它自身的节奏是超越了时间的而你感知这个意识它本身也是超越时间的，但是呢对于人来说，你又是在时间中去感受，好像你又被拉回到这个时间的这个框架当中去的，但其实你是超越时间的我用一个粗俗的例子或者不是用一个粗浅的例子给你举例子，比如说假设你的意识有快有慢比如说你某一段时间某一天你在这里这个感受了一个很长的这个很慢的一个意识节奏，对，但是在你回忆的时候或者在你感知的时候可能会很快，也有可能呢你感受了一个很快的一个意识节奏，比如说举例子，比如说你跟一个女生心仪的女生你俩只是轻微的碰了一下手或者有一次简单的这个拉手的这个不经意的接触虽然很短暂，可能就1秒钟都不到或者顶多1到2秒，但是这1到2秒在物理时间上的这个经验可以会被你反复的放大拉长中间充满了无限的这个想象和意味的空间我用这个来做比喻你可能好理解也许1个世纪才有一次的感知但是在你感知它的时候，这中间的这1个世纪是不存在的，你只会感知到一个感知连接着下一个感知，下一个感知连接着下一个感知，至于这2个感知之间是隔了100年还是隔了1毫秒，这对你来说，对意识本身来说都不重要，它是没有这个时间概念的对感知来说它是超越了时间的概念的，它只能感觉到一个感知和下一个感知感知和感知。至于这2个感知之间隔了多久，这是人类才有的概念意识本身是没有这个概念的。所以说你在做梦的时候就超越了这个神经系统的这个限制所以说你就会觉得梦里的事情非常的光怪陆奇，而且在梦中的时候是可以不受任何时间的限制你可以感知一个接一个。然后赛斯说到这儿就结束了他就虽然这一节课非常的短但是
内容啊，也非常的关键。赛斯说，我也许会回来，也许不会回来啊。再次的啊，他就会啊，再次的啊，他就按照我刚才说的那些节奏啊，他又在说讲笑话啊，就是在幽默啊。他在说，赛斯说，我按照我的节奏可能回来，可能不回来。然后罗就问，你想不想回答我昨天课上的问题啊？昨天课问的问题，关于真在经验中的小猫咪的理由。赛斯说，小猫只不过代表了希望的实现，在于啊，由于鲁伯的确是计划当他回家的时刻便立刻去弄一只小猫来。在那个经验里，小猫是在医院的病房里，而仿佛有相邻的房间，好像是在458号公寓啊，他们的这个在西华特街的这个公寓的地址啊，这个意味着鲁伯现在与过去的经验啊正在建立相似性啊，正在建立，他把现在的经验跟过去的建立相似性了，因此出现在梦的现在与过去的小猫的确会出现在未来啊，这个小猫的确会出现在未来的啊，他把过去和现在做链接的啊，说是真。我正在加速那些涉及鲁伯治愈的这些坐标啊，因此加速那些重要的治愈过程、疗愈过程啊。4点44分，真做得很好。在晚餐后，我重读了这节给他。同时，看来赛斯已经回答了所有与真前天下午的经验相连的问题啊。那是说，在我没有进入更多细节之下，不然问题会没完没了的。那下一节呢是1984年1月18日啊，星期二下午的4点29分啊。他说天气不坏，在我去330病房的时候是25华氏度，但是预告下午会下雪。真已经仰卧着的，他的左肩一直令他不舒服，很显然他很忧郁。我叫护士来帮我将他在床上拉高一些，使他比较舒服，而那仿佛有帮助。我自己的心情并不很好啊，罗的心情也不好。然后真就告诉我，昨晚尚彼得森失手打破了欧蕾的瓶子，而将挤压管跟碎玻璃一起丢了。挤压管很难找到，挤压管就是往外挤东西那个啊，比如说挤那个洗发水啊，挤那个化妆品的那种，一摁一摁就挤出来，那个叫挤压管啊。我问真为什么没有马上叫少安留下这个挤压管，但当真在大约10分钟后想起来的时候啊，已经太迟了，少安已经收拾残渣，把它全丢了。为了某种理由，这个消息变成了一个令我陷入自己沮丧心情的一个触击，而那个心情延续了大半个下午。也许我累了啊，罗进入了一个沮丧的心情啊。我整理信件，但真的并不想做那件事啊。在3点15分，真开始读昨天的课，他做得相当好，比昨天要好。卡拉和尚恩来测量他的生命迹象，而打断了他。体温是99华氏度，而在10分钟后结束了那一节。3点50分，我需要读某些较早的课啊。当我抵达时，真说，所以在3点50分啊和一节可能的课，虽然时间已经很晚了。然后赛斯说，我再次祝你们午安。他俩说，赛斯午安。赛斯说，我再度现身，再一次的为的是加快那些加速疗愈的过程的坐标。然后赛斯接着说，你俩在处理不太好的心情上都做得相当的好啊，现在别管它啊。但当你们意识低落的时候，那么对鲁伯而言，特别重要的就是照看镜子，照镜子，涂上口红，而不论以什么方式微笑啊。他说，当鲁伯心情不好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照镜子、涂口红、微笑啊。有时真的会看出一个幽默面来啊，而自动的提升他的心情。他说这样做的时候，表面上看起来不是因为内在的喜悦，也没有幽默，但是你这样做啊，照镜子、涂口红啊，这件事做本身有的时候会让鲁伯感觉到一丝幽默在里面，而这一点幽默会自动提升鲁伯的心情啊。再一次的，眼睛显示出肌肉反应和神经活动的这样的一个敏捷啊，就是眼睛忽好忽坏，
记起神经的敏捷发生在身体的所有部分是很好的啊。说眼睛也可以快速的好坏转化，他说你身体的其他部分啊也一样的，身体的所有部分也是一样，这么可以快速转化的。就那个方面来说，做出更多的健康的链接，鲁伯的身体的确常常会格外的发暖啊。鲁伯的身体体温升高嘛，因为他是99华氏度啊，比常人高一些。说是因为鲁伯在向健康的方向做链接的时候会发热啊，那个热是身体活动被加速的结果啊，它真的会产生热，那是许多啊，如果不是大半的话，疗愈经验的特征啊。很多人在我们在一些线下活动，包括一些冥想或者在一些练习的时候，身体会发热啊，也会有类似的感受。其实是这里头是一样的啊，就是它是一种疗愈的一种特征啊，表现出来的现象啊。很多都是我们在很多练习中都会感觉到身体的某些部位发热。再一次的，鲁伯谨记他的目的是极其重要的并且记住，不管心情如何，疗愈过程是持续的。他的右手已经持续的在进步了，而他在提醒自己，所有的肢体都是可以安全的、正常的方式伸直，四肢伸展和弯曲，表达他们活动和行动的真正能力。这件事情上做得很好他说鲁伯要记住自己的整体的目的是为了康复，为了疗愈。他说这个一定要记住不论你心情好和坏疗愈都是在持续好转的。他的意思是说，不要因为你暂时的一时的在你身体恢复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暂时的心情的不美或者心情的低落，说这个都不会影响你的身体疗愈的不要天天的紧张疑神疑鬼，好像说只要是情绪一低落身体的疗愈马上就会逆转，不会他说你只要你的大的方向没问题，就是你大的这个意识的目标没有问题即便心情有时候不好，疗愈也不会停止的这他给他一个正面的信念怕他俩因为这个抑郁的情绪产生失落的这种感觉他们在这件事上做得很好。说现在我也许会也许不会回来再次的按照我说的那些节奏，但要知我在此，并且是可以接近的这是这个赛斯的这个又要离开了他说我还要说一点的话，就是佩奇加拉格这是一个人心电感应的收到了你的心情，而感应到那个要来探访的动力说那个佩奇为什么来看他们，是因为感觉到他们的这个心电感应了在4点30分，如我提到过的，我自己曾对佩奇来访的时机感到很奇怪。他说他怎么会来我只是想了他一下，直到赛斯提到这件事这是前几天发生的事儿，我今天完全忘了叫真照镜子。在约7点05分的时候，我离开前，我读这一节的内容给真听。雪仍在下着，我开上坡没有问题，但有一点滑溜溜的。我在打好字以后，我可能至少去铲掉雪道上的部分的积雪这是上一节。下一节呢是1984年1月19日这一节这是一个星期四的下午4点13分。当我去330病房的时候，气温只有华氏18度，就零下几度在昨天下午和晚上一场小暴风雪之后，昨晚的很晚的时间和今天一大早，我都把雪道上的雪给铲了。今天早上没有电话，我忘了早些打电话给我们的律师，而当我真的想起来的时候，我说管他的，而继续梦计划与价值完成的工作。我在去医院的路上，我在邮局停了一下，要寄给伦斯登我们收到的一位读者的来信的影印本，就是他上一节说到的一些纽约的年轻的女演员打算在广播中读赛斯资料的这样的一个读者来信他要咨询一下他的这个出版社的编辑他说这是另外一件事这是另外一件事，不是那件事了，但是那件事可能处理。他说他要送我们一个字谜杂志里的1年的免费广告他这个读者是一个做字谜杂志的，他想在这里面给赛斯资料
登免费的1年的广告啊。我从来都不真的知道拿这种提议怎么办啊，罗不知道这种应该怎么办啊，接受还是不接受啊。而近来回的几封这种信啊，好多这样的信。然而今天我打开一个包裹，里面有一本与赛斯相似的通灵资料啊，另外一个读者寄给他一个跟赛斯资料很相似的通灵的资料。我猜我该对出版社及灵媒说声谢谢啊，他说我应该对他们谢谢，因为他们想到了他们啊，给他们寄来这本书啊，他很棒啊，首先他是对他一个肯定啊，但是呢，你看后面他会说啊，实际上我认为这2个人将他们的资料谈的是一切万有啊，弄得离开与其人类来源以及其与人类人格之日常接触太远了啊，故此只制作出另一本灵异书而已。他的意思是说啊，他收到出版社寄给他另一本啊通灵的书，这本书跟赛斯资料非常像，但是这里面呢缺少了讨论啊人类的来源以及人类人格啊日常接触，就是他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说就没有人情味啊，也没有了这些人情世故的啊日常生活的东西，上来就是高大上啊谈一切万有啊这样的一本书。那罗说呢，那这样的只是制作了一本啊灵异书而已啊，因为它缺乏了人类的情感在这里面啊。罗是对的啊，其实我们在看很多这样的一个通灵书啊，有很多人都在通灵，很多人都会把通灵的内容记录下来啊，写成书，但是并不是说这些所有的通灵书都具有跟赛斯资料同等的这个能力啊，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在这里面缺乏了情感的连接啊，没有感情在里面啊，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就没有更新的洞见啊，他翻来覆去说的就是啊那些最基本的那些道理啊，一切万有啊，爱呀，什么爱自己啊，什么，就这些道理和理论啊，那都是最普及的科普的，随便看一些身心灵的书籍都能找到的那些东西，那个你不用通灵也能得到的东西啊。而赛斯资料涉及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和它内在的知识的深度和广度啊，是一般的通灵资料无法比拟的啊，就是你不了解的话，如果你只是看表面啊，它差不多都是通灵资料啊，等你真正读了之后才发现这里面啊有本质性的差距啊，非常大啊。这个我也接触过很多人啊，他们跟我说他们都有通灵能力，然后把他们通灵的内容也发给我看过啊。我只能说，至少我目前看到的这些他们发给我的这些资料里头更多的内容啊都是非常的浅的啊，非常的浅啊，就是没有任何的深度和智慧在里面啊，只是把一些像心灵鸡汤的内容啊重复再重复啊，用不同的语言，用不同优美的文字啊，再用不同的表述方式啊表述出来而已。这是罗的感觉，跟我们是一样的啊。我想你可以拿6本那种书啊，然后把灵媒的名字都换来换去都无所谓啊，都无所谓，而不知道是谁写的哪一本啊。罗就是说这些书啊内容都差不多，他就告诉你这些内容都差不多啊，这种书真的挺多的啊，你看多了你可能接触的少，接触多了你就知道啊。我只能想，这是罗自己说，所涉及的灵媒必然是害怕情感以及所涉及的意涵啊。罗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因为这些所谓的灵媒他们害怕情感，以及也不理解情感背后的意义之所在，这就是他们的特点。当把情感包括个人情感、人格魅力都从这个传递的资料中去掉以后，那这个资料它就变成一个冷冰冰的一个没有什么深度和内涵的东西啊。这个情在这个资料里，在高维意识中是非常重要的，不是大家想象的情不那么重要，非常重要这个我们在讲过很多传统文化中也讲过在性自命出这里面专门讲的情的重要性。真吃了一顿好午餐，然后他叫我来拿镜子、口红以及眉笔。当他照镜子的时候，短短的微笑了一下这跟
露出了牙齿，比昨天好多了。昨天我们根本就没有照镜子啊。3点钟，真开始读昨天的课，读得很不错。他在10分钟左右就读完了，相当好啊！10分钟就把内容读完了。然后呢，我再回读者来信。3点33分，他开始读今天的第2课，1月17号那天的课，并且又做得很好。我想起今天我打开那种就是出版社给他寄来的其他的通灵书，令他不舒服的地方。你看，这时候罗说了实话了，其实是令他不舒服的是在其狭隘的观点，就是那本书的观点非常的狭隘像一本谈地质学或者服装或者任何不可数计的那些其他的书一样，其背后没有一个质疑的心智在运作，没有新的主意和理论，只有关于一切万有只有关于爱、轮回等等熟悉观点的重新的重炒冷饭或许是中肯的中正的，但是缺乏原创性的洞见。你看，没有原创这样说，这本书没有原创也没有独特性它跟赛斯资料是不一样的。赛斯资料是有原创和它的独特性，还有它非常深的内在的高维的智慧在里面在其他的传统的这些通灵书里面一般是看不到的我告诉珍我前天晚上的梦，其中我和里昂纳多·耀德，他是我们在458号公寓楼下的邻居，他们一同搬入了458号的一间公寓里头，就他跟他的邻居搬到一起去了在那个梦中的房子比真实的环境要来得大得多他已经不止一次做这样的梦了，状况很好。什么意思呢？他梦见他以前公寓的一个邻居，他们现在搬到一间公寓里头去住了，本来是邻居，现在搬到一起住了我告诉珍，我猜那个梦是由于我有一晚在新的这个杜博超市里头遇见了这个莱昂纳多。当时他正开玩笑并重复好几次说他的心脏手术之后他的感觉身体有多好。真说他认为那个梦意味着我们3个人全都开始一个更加的健康以及对生命有更好的观感的这个旅程他梦见跟利昂多住在一起了，而且利昂多反复跟他强调做完心脏手术身体好的不得了3点42分，这个上岸给真量了体温97.2度，降下来了他真开始读今天的第3课，也就是1月14号那一天的课，这一次甚至做得更好，又快又容易所以说这个真的眼睛的变化这个尺度非常大我觉得他被职员们来给他做点药水以及量血压打断了，而在4点02分看完了那一节。他说那个眼药水与我见过的任何一种一样好，有时令他惊异的清晰起来这是在我发现自己真的读得非常好之后。在4点05分他抽了一支烟，然后告诉我他2只手都仍在进步与改变，我希望他们更快一点，但我知道他们是在改变的他希望他们更快一点这是真说的现在赛斯说，我再次祝你们晚安祝你们午安他说赛斯午安。然后赛斯说口授，我的读者，如果你们任何人健康不佳，他是针对这些听他课的人说的针对你们说的，如果你们的身体有任何健康不佳或者一般而言不快乐的话不快乐不健康都一样他说我没有人叫你假装那些情况不存在的不是说假装我明明身体不舒服我还说自己很舒服，明明自己不快乐我还说自己很快乐，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忽略这些，不承认这些不是让你假装那些情况不存在，我是希望让你们看到甚至那些不幸的情况是一个被误导的善良意象所创造出来的。他说我想让你知道那些所谓的不舒服不健康心情不快乐也是由底层的一个善良的意图所创造出来的，它确实在当下这个时刻让你不舒服不开心不愉快，但是它的出发点是为了让你更好
这是他想告诉你的。不过在这本书里头，我们得一直提醒你们，勃勃生机与高昂的精神是你们传承的一个自然部分。赛斯说，勃勃生机和高昂的精神状态啊，就是饱满的精神状态，是你们自然的就有的，这两个不需要额外的什么去，本身就有的东西啊。如果你们已经失去了这个勃勃生机和高昂的精神状态啊，就是精神饱满、斗志饱满啊，我们也希望让你们重新捕获那些感受啊，并且赋予你们保持那些情绪新鲜而完整的其他的方法。所以说，我希望你们，如果你现在真的失去了这两种能力啊，勃勃的生机和高昂的精神，我希望也让你们时刻提醒啊，你有那些，也让你们重新去捕获那些，也希望给你们一些方法啊，保持那些。读者按照其自身的情况或者意图，会以种种不同的方式受益啊，每个人的受益的方式、自身的情况也不同，但是就这两点啊，保持这两点，相信这两点是你本身就带有的能力啊，会以不同的方式啊得到益处的，不论从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但每位读者多少都会受惠啊，每个人都会受到好处的，会变得熟悉这些活力与健全内在的源泉啊，泉源，那是在人类经验里如此的重要啊。他说，你找到这些勃勃生机和高昂精神斗志的这个源泉，这个对我们人类来说是非常的重要。换句话说，如果失去了这两个，人就会活得死气沉沉啊，一片死寂，生活了无生机啊。他这两个对人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失去了，一定要尝试着找回他们，或者是重新点燃他们啊。然后赛斯说，第一章完啊，他就直接说，其实他想说的话他说完了啊。到了4点19分，赛斯说评论啊，由于鲁伯现在有较多的生命力了，以至于他们有的时候对他的进步显得不耐烦了啊。因为鲁伯的精神好了啊，精神头好了，精力、生命力恢复了很多，所以说他对他的这个进步啊有不耐烦的倾向了。是的啊，当病人病得非常严重的时候，他连不耐烦都没有啊，他都没有不耐烦啊，他是一种那种我不知道怎么来形容啊，就那种认命也好，或者那种连不耐烦的精神都没有了。他说鲁伯现在对自己的恢复有点不耐烦，他想恢复的快一点嘛。他说是他其实生命力恢复的一个表征，一个表现啊，是好事啊。他觉得精神比较好，而当然想变得活跃些啊。他的食物对他越来越有帮助，他消化食物比以前好太多了，而这的确啊允许疗愈过程加快。同时，当身体的所有部分可以说再次开动的时候，常常有那个不平衡。他说，当你的身体啊恢复正常啊状态的时候，会有一些不平衡的时候，因为它不会同时恢复的，可能有的机能先恢复，有的部分先恢复啊，那些没有恢复的可能会暂时的啊有一些不平衡。今天的眼睛显示出我是什么意思？他说眼睛今天的眼睛恢复的相当好，因为偶尔他短暂的比他至今所能读的啊更加的好，他可以短时间的让眼睛恢复的特别好，然而仿佛又回到了先前的那个层次，然后在种种不同的阶段啊间前后摆荡。他真的眼睛可以恢复到他没有生病之前的那种状态啊，但是他有时候会反复，像有时候眼睛又不好，有时候又突然特别好。我最近给的忠告必须啊遵从，你们要遵从赛斯的忠告，因而他集中在他所拥有的喜悦上，把精力啊放在他拥有的喜悦上，不要想那些啊不喜悦的事情、不开心的事情，心里记着他的目的，他的目的要啊重新健康的去行走啊，去外头走出病房啊，而信任他内在的无限的智慧带来的想要的结果。他要相信他内在的无限的智慧可以带来他想要的结果。如果他对这个没有信心或者不相信，那他很难恢复的啊。这个信心啊，这种信任释放了他的头脑，而让他的进步啊不断的继续啊，就让他的头脑不要再参与担忧
啊，就释放他的头脑的意思就是不让头脑再担心了啊，这样他的身体的康复的进步才会不断的持续。如果头脑的担忧时不时的侵扰进来，会阻碍他的身体恢复的。啊，赛斯就说我也许回来，也许不回来啊，他就最后说恭喜你们的超灵7号的教育系列出了新的版本啊。赛斯指的是穿梭幻象实相啊，这是这个他想说的这个，就是他们说的超灵7号这本书再翻译过来叫超灵，为什么呢？他说这是 The Future Education of Our Soul 7，Our Soul 就是超灵的意思啊 ，Our Soul 7就超灵7号啊，然后谈未来教育的 The Future Education 这本书呢是一个他重新出版了，变成口袋书，就是小本本啊，装在口袋里就装的这本书啊，一共9本书啊，非常好，他说恭喜他们啊。然后罗，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他说你可以。关于我梦到里昂纳多、珍和我3个人搬回到这个公寓里的这个梦，你有什么想法？他说你们讨论过的那个是个不错的一个诠释。里昂纳多表达了他良好的健康啊，他说我做了心脏手术之后特别好身体啊，而你们以良好健康作为一位邻居啊。赛斯这句话说的特别棒啊，他说的真好，赛斯啊，这是罗的由衷的赞叹啊。赛斯说莱昂纳多他代表他作为一个健康的象征，跟你们搬到一间房子里住啊，这样的一个在梦着中间的一个什么一个象征或者一个暗示啊，就预示着你们对健康啊已经开始好转了，因为健康都住在你家了啊。因为莱昂纳多也是以前心脏生过病，后来做了心脏手术嘛，应该是一个心脏搭桥手术，或者是一个反正类似这样的，我不知道啊。那这个人就完全恢复了健康。然后罗说我还有一个问题，他说说吧他说我并没有准备今天下午问这个问题，但是近来我注意到我不戴眼镜看近的东西的时候眼力不如从前了，就是他可能有老花了。我不认为是身体上的原因，我想近来是那些事情令我心烦。他说不是身体的，不是老花的问题应该是以那种心烦表现出来的，虽然不严重但有时候会令他很心烦。我没有花很多时间去试图解读它赛斯说等我一会儿他说你的眼睛出现这种状况，是你担心所希望的效果可能不会被带到眼前。他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状态，是因为你不希望你担心所希望的结果不会被带到你的眼前，所以说你害怕有所担心，你就让自己看不清，那是不会进入你的近距离的视线的一个版本。他说这是一个象征就你害怕你想要的事情它来不到你的眼前，那你就让你看不清你眼前的东西这样可以规避这个问题。当你有那种感觉的时候，你可以闭上眼睛，即使只闭一会儿，向自己在保证你能信任你的视力，不论是身和心的视力，而的确你的目的会被带入清晰的焦点。赛斯的意思说什么？说你要从身体，就是我能看清，到心里我想要的目标一定会实现，这2个都要同时下手才能解决你的视觉的问题。就是当你这时候看不清的时候，你可以闭一下眼休息一会儿，闭眼睛休息的时候你该想什么？想我的身体可以能让我的眼睛能让我看清的同时，我心里所想的目标也一定能够清晰的实现这2个同时下手罗说好的。这时候珍说是我说赛斯已经离开了。他说谢谢赛斯他说我在4点32分，他的忠告与以往一样总是那么棒就赛斯的忠告非常棒。我觉得他说我觉得松了一口气，而将试试那个技巧他说想试试赛斯提供的那个技巧。我计划将他们分开的打好字，他就是赛斯的建议，他想把他的建议打好字放在我写作室我能够看得见的地方，也许就在桌子上。我告诉珍，我认为那个问题是由我今天上课的这个资料触发的，尤其是关于莱昂纳多的他说关于他眼睛的问题
这个罗也是一个行动派，他想把赛斯的建议直接打出来，放在他的书桌上啊，他随时能看到，然后没事就可以练习一下。好了，关于赛斯资料的这个第1章的第7部分啊，就是健康之道的第1章的题目的解读就到这结束了。那最后谢谢大家收听，祝大家都有神奇和美好的一天。